天才医生楚月在急诊科加班到两眼一黑，一睁眼穿越到了70年代的一个重组家庭。亲爹窝囊，继母精明，季姐抢了他的大学成绩，就连亲弟弟也盯着家里唯一的进场名额，全家逼着他给季姐替嫁。这样的原生家庭不要也罢。于是她真的嫁了。月夜，陆占林可是部队排长，你跟了他是掉进了福窝窝里，往后的日子一定不会差的。瑶瑶她就这次机会吧。月月啊，你把大学名额让给瑶瑶，妈这一辈子都记得你的好。楚月冷眼看着面前哭得好不凄惨的女人，心中毫无波澜，反而有些想笑。原主楚月由于母亲早逝，父亲楚南山便和一个带着女儿的农村寡妇李阿妹再婚了。李阿妹是后妈，自然偏心她的亲生女儿。弟弟楚建军有亲爹楚南山护着，唯有原主明明像个没爹没娘的可怜孩子一样，处处都要受到后妈李阿妹的白眼。原主把人生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了高考上，为此她只能拼命学习。可是放榜的那天，原本自己全县第一位置，却被从不学习的继妹楚瑶瑶代替。原主一口气没喘上来，心肌梗塞，直接气得绝了过去。而李阿妹对原主的算计，又何止大学名额，她还要楚月给楚瑶瑶替嫁。新郎是远在边疆当兵的陆占林，这样她自己的亲闺女就可以去上大学了。此时李阿妹咬咬牙，做事要往地上跪。月夜，千错万错都是妈的错，跟瑶瑶没有关系，妈在这里给你跪下，为了我们这个家，你就嫁了吧。楚月还没来得及嘲讽李阿妹的惺惺作态，一旁的楚瑶瑶就怒气冲冲的过来，一把拉住了正要下跪的李阿妹。楚月，我不就是拿了你的高考成绩，你不是很有本事，你那么想上大学，明年再考一次不就行了？你至于这么寻死觅活吗？搞得所有人都欠了你一样。我妈照顾了这个家5年，让父母给你下跪，难道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What？ 良心？她倒想问问楚瑶瑶，她的良心还在不在？她是你妈，不是我妈。我妈在我5岁的时候就已经没了。谁也没料想到往日里就跟受气包一样的楚月，竟然会说出这种话。楚月，你诅咒谁呢？她喊完，立马扭头看向了靠在门边抽烟的男人，转脸变成委屈落泪的模样。爸，你快管管楚月，他说的这是什么话？妈跟你结婚都5年了，楚月这个丫头竟然连妈都不认了。这个男人就是楚南山，明明是一家之主，却一直都没出声。亲弟弟楚建军也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模样。楚月一眼看透了所谓的家庭亲情，真是冷漠无情的。楚瑶瑶是你的女儿，我也是你的女儿，是你的亲生女儿，你真的一点都不心疼我，不在乎我吗？就这么把我赶出家门，嫁给一个根本不认识的男人？楚南山依旧站在门边一动不动。月夜，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你别为难你爸，都说做后妈的不容易，我知道你不喜欢我，这么多年都怨我。李阿妹装模作样的又要再次下跪。你闭嘴，我在跟我爸说话，你插什么话？所有人都被楚月突然强硬的态度吓到了，连楚建军都意外的抬起头来。楚月，你这臭丫头，真是反了天了！楚瑶瑶愠怒的冲过去，伸手想要抓楚月的衣领。呀！你竟然敢打我！楚月冷冷清清的抬眼，你要是再敢跟我动手，信不信我把你另半边的脸都打肿？你算什么东西？楚瑶瑶彻底愤怒暴走，恨不得跟楚月撕扯在一起。李阿妹赶紧一把拦住，如果真的把楚月给逼急了，没有人替嫁给陆占里，到时候吃亏的可是我们。瑶瑶，不能冲动，要一点一点的吃人。瑶瑶，不要闹，月月是你的妹妹啊。南山，你说句话吧。月月，你是女孩子，女孩子念那么多书有什么用？最后总要结婚的。阿妹再怎么说也是你妈，她不会害你的。陆占林是一个老实可靠的男人，等你嫁过去了，2个人好好过日子。闻言，楚月可算是听明白了。楚南山从一早就知道李阿妹姐妹替嫁的算计，可是一丁点也没替亲生女儿考虑过，竟然就把亲生女儿的未来给卖了，真是一位好父亲啊！烦死了！姐，你也别闹了，让邻居们听到多丢人。你结婚，瑶瑶姐上大学，我过几年从技校毕业了，顶爸的搬去钢铁厂上班，我们3个人都有着落，不是挺好的？好一个挺好的，好一个和稀泥！他彻底的寒心了。既然如此，这种冷血无情、没有一丝人情味的原生家庭，不要也罢。行，替嫁就替嫁，我答应了。李阿妹一听，多年白莲花都忍不住面露喜色，扬起来的嘴角压都压不下去。月夜，妈太开心了，你能想通真是太好了。你放心，无论你嫁到什么地方，这里永远都是你家，我们不会弃你不顾的。你别高兴得太早了，要我答应嫁人可以，我有3个要求。月夜，你说，我和你爸都听着。第一，我要500块钱。What？ 楚月，你是疯了吗？上嘴皮子一碰下嘴皮子就要500块，你怎么不去大街上抢啊？楚月哼笑反驳道：
500块多吗？你拿着500块上街，看看能不能只花500块就买一个黄花大闺女回来，还是要当睁眼瞎去嫁人的那种。再说了，你们从乡下时候开始就跟陆家订婚了，这10年来，你们每个月从陆家拿的钱有没有10块？要不要我给你算算账？10年下来，一共是多少钱？陆占领愿意给这个钱，是给他未来媳妇的。现在嫁过去随军的人是我，这个钱难道不应该给我吗？月野，没有那么多钱，你爸爸一个月也就35块的工资，姓陆的就是一个大头兵，根本没有的。大头兵，你刚才说陆占领是部队排长，他当初要是没给你钱，你会让楚瑶瑶跟一个即将上战场，以后生死未卜的男人定亲？楚月轻飘飘的一句话，把李阿妹的老底都给掀了。我没钱，我真的没那些钱，你一个当女儿的，就这么狠心吗？是想逼我吗？你说这个话难道不觉得可笑吗？到底谁逼谁？我说了500就500，少1块钱我都不嫁。她明明是花季少女，却莫名其妙多了个儿子，而且她还要马上带着这个毫不相干的儿子去寻找自己从未谋面的未婚夫。原来这一切都是继母搞的鬼。孩子，快叫妈，她以后就是你妈妈了。前1秒结婚，后1秒无痛当妈，哪怕坐火箭也没这个速度的。楚月完全懵了，看着李阿妹皱了皱眉。月夜，这是一个可怜孩子，他妈妈是陆占领的亲姐姐，早些年嫁给了同村的庄稼户，原本是能过上好日子，可惜命苦啊，结婚没几年人就疯了，被婆家赶了回去。她在村子里疯疯癫癫乱跑了好些年，后来不知道怎么就怀孕了，生下了这么一个孩子。陆占领是个好人，他知道了情况后，找村支书办了领养手续，收养了这个孩子。陆占领是这个孩子的爸，你不就是这个孩子的妈妈吗？他让你去随军的时候，顺道把这个孩子也给带上。卡尔，叫妈，有了吗？你以后就有人疼了。李阿妹说着话，用手重重推了一下小男孩瘦弱的肩膀，差点摔在楚月面前的地面上。楚月看不下去，伸手扶了一把。多好啊！你们快看，母死子孝的画面，多好啊！屋子里的所有人都看着李阿妹一个人演戏，十分尴尬。楚月看到小男孩身上的衣服十分破烂，体温更是低得吓人，不禁心生怜悯。你叫什么名字？元宝。陆元宝倒是一个好名字，你以后就归我管了。他一手拎起小男孩，然后大摇大摆地走进楚瑶瑶的房间。还不快去烧水，我要给我儿子洗澡。李阿妹吃惊地张大了嘴巴。楚月竟然一口一个儿子的叫上了。水盆里倒了2个热水瓶的热水，楚月伸手试了试水温，有些烫。他抬眼看向缩在角落里的陆元宝，小小的身体蜷缩着，看起来像个可怜虫，但2只小手紧紧握成了拳头。过来，脱衣服，洗澡。小男孩一动不动，一直蜷缩着，却在楚月伸手过去的瞬间，他飞快地出手，抓向了楚月的手背。你要是敢动手抓我，我现在就把你扔出去，是要光着身体受冻，还是乖乖听话洗澡？你直接选。陆元宝坐在温暖的水盆里一动不动，楚月满意的笑了笑。行，既然选择洗澡，那就乖一点。等洗完澡，陆元宝被塞进被子里之后，他从来没感受过这种柔软，不敢置信的眨了眨眼睛。躺被子里不要动。楚瑶瑶，把洗澡水拿去倒了。妈，你看看他竟然还让我倒洗澡水，那是我的房间，我好多东西都没拿出来，怎么能让那个小乞丐在我屋里洗澡？瑶瑶，你忍一忍，最后一个晚上了，等明天他们2人上了火车，这个家里还不是你和我说了算。可是什么可是？不让楚月嫁过去，难道你想嫁过去去当小乞丐的后吗？妈，我又不是疯了，怎么可能愿意嫁给陆占领？他都30岁了，村支书还说他受了伤，脸毁了，腿也断了，不然怎么会从前线退下来？我才不要嫁给他！你既然不想嫁人，就安分点，都听妈的，妈都给你安排好了。等楚月走了，你去护士上大学，只要到了护士，什么样的男人没有啊？母女2字以为小声的算计着，殊不知隔墙有耳。楚月把李阿妹母女俩的对话听了个清清楚楚。怪不得李阿妹从一开始就把婚事算计到了原主头上，原来陆占领是个毁容又残疾的老男人。想到这里，楚月眼珠一转，立马在房间里翻箱倒柜。几分钟后，他就找到了被楚瑶瑶藏起来的成绩单。如果举报信写给本地招生办，很可能被人中途拦截，达不到举报的效果。所以这一封举报信要直接写给护士录取楚瑶瑶的大学新生招生办。对，他要写举报信举报楚瑶瑶，让她上不成大学。等做完这一切，楚月转头看去，元宝睡着了。他轻轻整理了下被子，将小男孩压在被子下面的嘴巴露出来。妈妈，这下还真成了他的便宜妈妈。不过看看自己手指的冻疮，再想到陆元宝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楚月再一次深深皱眉。
丁，随身空间007正在启动中，请稍等。随后一道白光闪过，楚月立马来到了随身空间里的虚拟世界。这里面有他所有的囤货物资，足足有上百亿，其中的药品尤其珍贵。先前还好好的陆元宝，此时浑身滚烫，脸色苍白，额头上冒出冷汗，双手还正死死捂着肚子。这是生病了，但是看起来不像普通的发烧感冒。元宝，怎么了？你哪里不舒服？疼，肚子好疼的。一听是肚子疼，楚月立马伸手去摸陆元宝的肚子，肚子竟然有些突出，还是硬邦邦的，这实在是太蹊跷了。楚月面色沉凝，忍一忍，吐出来，把你肚子里的东西都吐出来，你才会舒服。等元宝吐完以后，楚月以为他看到的会是没有消化完的食物，然而陆元宝吐出来的竟然是一团一团的观音土，还有树皮。你从村子里被带到城里几天了？3天。楚月一听，恨恨地咬了咬牙。李阿妹早在3天前就把陆元宝接了过来，陆元宝活生生挨了3天，实在是乐得受不了，不得不用观音土和树皮果腹。这让他觉得他先前对李阿妹的报复还是太少了。你接着睡，要是难受了就喝水，稍微可以吃点饼干，但是不要吃太多。叮嘱完这些，来到客厅，楚月站在屋子的最中间，冰冷的眼神扫视过女孩，只是动了一下手指，屋子里的昂贵家电就全都消失不见。然后女孩又走进厨房，一抬手，厨房里的米面油也消失不见，接着她和这些东西就出现在一个仓库里。这下好受多了，原来这一切都是女孩对继母一家子的报复。元宝，醒醒，肚子还痛不痛？不疼。不疼就行，起来穿衣服，我们现在出发去火车站。楚月弯腰，陆元宝整个人被他抱了起来，小小的身体往前趴在了楚月的背上。你放我下来，我能自己走。别动，你只是一个小孩子，有生者病，能走多快？别耽误我时间，抱住我脖子，乖乖趴着别动。夜色下，楚月坐上了清晨的第一班公交车。1个小时后，楚家爆发出一声尖锐的嘶吼声：有小偷，进小偷了！天杀的小偷，竟然把我们家都给偷空了！我的缝纫机，我的白砂糖，我的猪油啊，这么多东西全都没了，之后的日子可怎么活啊？楚月呢？他怎么不见了？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啊！该死的臭丫头，这是要我们全家人都饿着过年啊！李阿妹的恶毒咒骂声再也传不到楚月的耳朵里。她要坐火车，随军去了。车厢里，楚月的位置靠着走道，靠窗的位置上已经坐了一个男人。从楚月的角度看过去，看到一张轮廓硬朗、眉眼深邃的侧脸。楚月很久没看到过让人一眼惊艳的男人了，随即泛起了花痴。再仔细看去，男人的领口处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抹墨绿色，原来是当兵的，怪不得身上带着一股狠劲。就在此时，身后的一位大娘也同样在一直盯着楚月。大妹子，你多大啊？怎么一个人坐火车？这是要去哪里？走亲戚还是去找对象啊？这个孩子是你弟弟吧？你们俩长这么像，一看就是亲姐弟。楚月斜睨了对方一眼，表情清清冷冷的，没搭一句话。大妹子，这趟火车是去南方的，你去南方是为了找工作吧？大娘，我在南方工作都几10年了，邮政局里我都认识人，像你这样的姑娘，最适合去邮局发电报了。你想不想去试一试？楚月一开始只觉得中年大娘话多的有些烦人，但是找工作这3个字一说出来，她立马明白过来了。这是个人贩子，人贩子最喜欢利用年轻女孩迫切想要赚钱的心理，一番天花乱坠的话语，把年轻女孩骗走，最后卖去逃不出的深山里。大娘，真的有这么好的工作？在楚月说话的时候，一旁靠窗的军装男人神情严肃，低低咳嗽了起来。有，当然有，现在南方人多，机会多，好工作自然也就多。大妹子，像你这样漂亮又文气的姑娘，打着灯笼都难找，介绍你进邮局工作，那是妥妥的，全都包在大娘我身上。等你进了邮局，1个月光工资都有40、50块，周围认识的人全是拿着铁饭碗的，到时候要找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啊？结婚都不用发愁。楚月听着这些话，不以为意的哼笑了一声。中年大娘还以为楚月是心动了，想要拽着楚月的手。大妹子，你信大娘说的话，我们萍水相逢的，我骗你干什么？楚月一下打飞了中年大娘的手。大娘，你有这么好的门路，还是给你自己留着吧。你要是有1个月40、50块的工资，也不用穿着打补丁的皮鞋坐火车了。大妹子，你怎么说话的啊？我是好心才给你介绍工作，你怎么给我摇吕洞宾，不是好人心啊！大娘，你真能把人介绍到邮局里工作？你看看我这外形条件行吗？人贩子大娘立马闻到了猎物上钩的气味，挤出满脸的笑容。可惜啊，你这个年纪大了点，不过有我在，多说点好话，
也不是不行。真的吗？女同志的情绪被中年大娘拿捏得死死的。大娘，我要是能找到工作，我一定好好谢谢你。谢什么谢，举手之劳罢了。妹子，你哪一站下车啊？我到昆城下车。你是去昆城啊？那我们是一个地方的，明天一早火车到站了之后，我们一起下车。好的，大娘，都听你的。妹子，你一定渴了吧？大娘，我带了水壶，给你倒一杯。楚月一眼看出那一杯水有问题，肯定下了蒙汗药，这是人贩子常用的手段。楚月的手臂不偏不倚地打在中年大娘的手腕上。大妹子，你这是干什么？你不想找工作，还不让别人找工作了？大娘，我坐太久身子麻了，想伸个懒腰活动下，怎么就偏偏碰到你了？你看这水都洒了，还是别喝了。中年大娘面容扭曲，想发火却被楚月的一番话硬生生堵了回来。说着话，楚月往身旁的男人靠近。这位军人同志，麻烦你帮个忙，跟我演一场戏。大娘，我看你年纪大了，眼神不太好。你刚才说这孩子是我弟弟，完全说错了，这孩子并不是我弟弟，而是我儿子。你结婚了？中年大娘惊讶，上上下下打量年轻面嫩的楚月。我不仅结婚了，身边这位就是我爱人。中年大娘睁大的眼睛一下子瞪得更大了。难道真的看走了眼了？不可能，你们俩看起来一点都不像结了婚的夫妻，你这小姑娘一定是在乱说话。楚月不再废话，元宝，喊爸爸。爸爸，乖。这一幕还真是像极了亲生父子。他奶奶的老天爷了，难道还真看走了眼？大娘，你现在醒了吧？看在你眼神不好的份上，我再提醒你一句，看清楚了，我男人是当兵的，穿着军装呢，专门在火车上抓社会败类，比如什么小偷啊、强盗啊，还有人贩子。听了楚月的话后，大妈整个心口都慌了起来。大妹子，你别乱说，我哪里敢打你的主意？没有的事情都是没有的事情。这之后，中年大娘再也不敢跟楚月说一句话，连看一眼都不敢。楚月转头看向军装男人，男人也正看着他，两个默契的谁都没有说话。可是他却注意到男人的肩膀有点不对劲，他的右边肩膀一直耷拉着，而且脸上不时显出痛苦的表情。楚月打开背包，拿出2个鸡蛋，轻轻拍了拍一旁男人的肩膀。什么事情？给你，该吃午饭了，填饱肚子要紧。男人没有立马开吃，而是把鸡蛋给了一旁的元宝。陆元宝咽了咽口水，把鸡蛋递给楚月，给你吃。吃你的吧，小年纪操什么心？小孩子就应该有小孩子的模样。陆元宝，往后我带你过好日子，我们天天都有鸡蛋吃。你们先吃吧，我去就回。楚月看着军装男人朝着车厢走去，视线落在他侧身的肩膀上，微微蹙了蹙眉。不多时，他也跟了过去。别乱动，让我摸你2下。火车上，女孩看到兵哥哥长得帅，就迫不及待地追了上去，嘴里还喊着虎狼之词。别乱动，让我摸你2下。这可把兵哥哥吓得不轻，连忙后退2步。别误会，我只是想确定一下，你的肩膀是不是受伤了？说着，楚月一手按着军装男人的肩膀，另一手抓住了男人的手腕。身体放松，别用力，跟着我抬手。紧接着就听到咔咔2声，军装男人原本皱紧的眉心突然的松开，眉眼之间尽是惊讶。不疼了？现在可以动了，你活动活动肩膀。军装男人转动肩膀，轻松自如，跟没受伤一样。你懂医术，是医生？说不上什么医术，会一些正骨的手法而已。先前你帮我演戏，现在我帮你正骨，我们俩两清，算是扯平了。既然扯平了，就没有什么好聊的。楚月转身就走，他更担心一个人在座位上的陆元宝。军装男人看着楚月走远，黑眸深处闪耀着微光，因为他见过楚月，在他申请结婚的报告上贴着楚月的1寸照片，照片上的楚月看起来更年幼，也更青涩。如今的楚月已经是出水芙蓉，而军装男人的身份正是楚月传说中残疾又毁容的老男人陆占林。陆占林此次外出执行特殊任务，发生了一点小意外，导致他肩膀受伤，没想到竟然在火车上遇见了他的老婆。陆占林难得出神，另一个穿着军装的男人从陆占林身后的车厢门里走进来，来人叫徐峰，3团5连的连长，是陆占林的下属，也是老战友。陆团，刚才我可都看见了，那个小姑娘是不是对你投怀送抱，还往你胸口上撞？文工团的姑娘追着你就算了，怎么坐个火车也有小姑娘看上你，真是艳福不浅。别胡说。陆占林敛了敛神情，眉眼带着锐利。你怎么出来了？新兵有没有闹事的？闹什么事？有我在，他们倒是敢。徐峰仰头骄傲了一句，递给陆占林一个小纸包。陆团，我问了一圈，要到了1颗止疼药，你别生忍着，吃了止疼。不用了，我已经好了。
他当着徐峰的面，自然灵活地转动肩膀。好了，怎么就好了？难道火车上有医生？徐峰双眼瞪大如铜铃。陆战里没有解答徐峰的疑惑，转移了话题。徐峰，这节车厢前段第5排左侧的位置有个50来岁的中年大娘，短发，穿深蓝劳动服，你派个人盯着她，等她什么时候下车了，把人抓起来送车站派出所。这个人是人贩子，让他们好好审一审。哼，天杀的人贩子！你放心，我立刻安排人盯着他，保准他逃不了，进去吃牢饭。陆战林点了点头，转身走回他的车厢里。哎，怎么就走了？你还没说手臂是怎么好的？还有刚才那个小姑娘，你们什么关系？你没事跟她靠那么近干什么？看着陆战领头也不回的走远，徐峰心里酸溜溜的。真是同人不同命啊！一样都是当兵的臭老爷们，怎么就没小姑娘看上我啊？入夜，车厢内熄灯，只有微弱的亮光。陆元宝在啃了几个馒头之后，小脑袋一垂一垂，开始打瞌睡。楚月轻轻拍了拍陆元宝，别吃了，困了就睡，馒头我放起来，明天再吃。陆元宝勉强撑开一条缝隙，将剩下的半个馒头交给楚月。元宝，你趴在我腿上睡，这样舒服些。楚月拿出一件外套盖在陆元宝的身上，随着火车的摇晃，他也困极了，渐渐闭上了眼睛。楚月身体往一侧倾斜，眼看正要摔到地上，陆战领一个箭步上前，稳稳地接住了楚月。不过这样也不是办法，于是他干脆坐在楚月的一旁，两人是那么近，近的能看清楚月脸上的睫毛。楚月的脸颊贴着陆战领的外套，甚至还轻轻地磨蹭了一下。陆战领身体一僵，不敢动作，就怕把楚月给惊醒。翌日清晨，列车员穿过车厢，扯着嗓子大喊：到站了，到站了，前方10分钟后到站停车，全都醒醒，到站了。楚月在叫喊声中瞬间清醒，立马坐直了身体。他看看盖在身上的大衣，下意识地摸了摸嘴角。不用担心，你睡着的时候很安静，没有流口水。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他忍着窘迫，强装出镇定自若。对不起，压到你肩膀了。前一个道歉还没完，楚月接着又看到了在陆战领怀里呼呼大睡的陆元宝，脸颊上立刻浮出一抹羞臊的嫣红。陆元宝，陆元宝，醒一醒，快过来！真是的，别以为喊一声爸爸，就真把人家当免费爹了。陆元宝一溜烟从陆战领怀里下来，身体晃了晃，差点摔在地上，还好陆战领眼疾手快，伸手扶了一把。就在这时，楚月忽然想起来一件事，糟了，昨天的中年大娘不见了，没能押这种人去派出所，真是便宜他了。楚月不知道陆战林已经安排人在火车站台就把人抓了起来。元宝，快说谢谢叔叔。谢谢夫妇。陆战林不喜欢叔叔这个称呼，但是脸上却不能显现出来。我昨天吃了你2顿馒头，晚上照顾你们睡觉，我们两亲算是扯平了，你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啊。楚月这么一听，倒也觉得是这么回事，神情慢慢镇定。弄完这些，楚月牵着陆元宝的手准备下车。他回头看了一眼陆战林，他脱掉外套之后，露出一身墨绿色军装。楚月的花痴又犯了，真可惜，这么养眼的男人以后恐怕见不到了。楚月径直下车，刚走到火车站的站台，就听到前方车厢前面传来一阵高亢喊声：全体列队，前后队齐，开始报数。他原本就想下火车之后打听一下怎么去部队大院，赶巧了，得来全不费功夫。他找了一个穿着军装，一看就是军官模样的人。同志你好。徐峰听到声音一回头，看着眼前的小姑娘有些眼熟。这个小姑娘不就是昨天跟陆战领抱在一起的那个？徐峰心中震惊错愕，难道现在小姑娘都这么大胆，不仅在火车上缠人，还要追着去部队？可是这个孩子是怎么回事？是弟弟还是儿子？难道还买一送一？楚月不知道面前这个糙汉子军官在想些什么，只觉得这人看起来很正气，就是好像有些呆呆傻傻的。同志，我叫做楚月，是来随军的家属，这是我的个人证件，这个是我的结婚证，我想去部队大院，同志你能帮我指个路吗？或者是带我一程吗？徐峰又是一惊，这小姑娘还是结婚的，那怎么跟陆战里拉拉扯扯呢？他压了压心底里的疑惑，接过楚月递过来的证件，仔细检查了起来。花季少女带娃坐火车千里寻夫，本以为自己的军人丈夫是个又老又丑的排长，可是等她报出丈夫的姓名，就连连长都吓了一大跳。你是说你是陆战领的媳妇儿？是，我是陆战领的爱人。陆战领是西南军区的士兵，他应该是个排长。徐峰手里按着证件，看看楚月，又看了看楚月的身后。其实陆战领就躲在楚月不远处，他不但没有走近，反而朝着徐峰摇了摇头，好像在对暗号一样。徐峰秒懂，可他心里还是有很多疑惑。这小姑娘是真的不认识陆战领，一路坐身旁都没认出来，就连陆团的军衔都说错了，没见过面的两人就这样成了夫妻。证件还给你，小心收好，
你既然是随军的军属，我们部队不会亏待了你。去大院的路程我来安排。说罢，徐峰转身看向身后，宋七出列。宋七高喊一声，然后一路标准小跑过来，在徐峰面前敬礼。徐连长，宋七，这位是陆占领的爱人，他要去部队家属院，你不用随大部队了，开辆车送嫂子过去。宋七一听这个话，双眼瞪大，脸上就写着一句：团长啥时候结婚的？我怎么不知道？徐峰见宋七这个反应，一把拉着宋七背过身去，压低声音道：关于陆团结婚的事情，路上什么都不准问，什么都不准说，人家两夫妻的事情，你一个外人别插手，记住了没？徐连长，我记住了。行，路上小心，这可是陆团的爱人和小孩，千万别出事，安全送达，保证完成任务。楚月看着这两人鬼鬼祟祟的，要不是看他们都穿着军装，他都要带着陆元宝跑路了。陆元宝也觉得奇怪，黑溜溜的眼睛不安地看着楚月。不会有事的，他们都是军人叔叔，我们可以信任他们。嫂子，一路辛苦了，把背包给我，我来拿。嫂子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说，这边走，你跟紧我。这一声声的嫂子，听得楚月有些不太适应，同时他还有些疑惑。陆占领就只是一个小小排场而已，他们对我用得着这么热情吗？还是当兵的对随军家属都这样？嫂子，要不要我帮忙抱孩子？出火车站的时候人多，孩子这么小可能会挤到。楚月听宋七说的在理，点了点头，把陆元宝交给他。宋同志，谢谢，麻烦你了。宋七听着楚月轻柔的南方口音，突然脸上一红。嫂子，不用客气，这是我应该的。这边陆占领看老婆走远，这才走出来。徐峰走到他身旁，哼笑了声。我们陆团长什么时候连降3级，都成了陆排长了？我怎么不知道呢？这是空着位置让我晋升。我告诉你，团长的位置我可不坐，天天去军部开会，比野外训练还要累，谁爱干谁干。陆占领斜睨了徐峰一眼，冷冰冰的默不作声。徐峰收起调侃，问出了他心中最大的疑惑：陆团，你媳妇真的不认识你？她不认识，我们没见过面。其实他们两人被定亲是陆占领父母一意孤行的决定，就怕万一他哪天牺牲在战场上。徐峰这个丈二和尚还是不明白，嫂子不认识你，可是你认识她啊。火车上那么多座位，偏偏你们两个人坐在一起，这就是缘分。你怎么不跟嫂子相认？我是给她选择的机会，希望她以后不会后悔。什么机会？候车站外，宋七很快安排了一辆吉普车。嫂子，上车，我们坐这辆车去部队。吉普车有些颠，你们路上受得累，但是吉普车开得快，能早一点到大院，也能早一点到家休息。没事，我喜欢吉普车。陆元宝一直生活在农村，见过牛车驴车，至于吉普车，他压根没见过。元宝，上车了。吉普车太高，陆元宝跨不上去，是被楚月一把抱上去的。吉普车一路飞驰在坑坑洼洼的山路上，颠簸的厉害。一开始还兴致勃勃看风景的陆元宝，很快胃里就翻江倒海的难受，他晕车了。不能吐，千万不能吐出来。这2天他吃的可全是白面馒头，还有鸡蛋，千万不能吐出来。楚月察觉到陆元宝的不对劲，宋师傅，麻烦把车停一下。于是他招手先让宋七先停车缓一缓。元宝，好点了吗？想不想吐？难不难受？没事，我不吐。不吐就喝点水，漱漱口。宋七站在一旁束手无策。嫂子，真对不住，我不应该开那么快的，害得你们受苦了。没事，这不是你的错，是我没照顾好孩子。他让陆元宝喝了水，又抓住陆元宝的手腕，不断按压手掌下方的穴位。就在楚月给陆元宝按穴位的时候，他看到路边长着郁郁葱葱的野草，他一眼认出那是薄荷。楚月走入野草丛中，摘了一大把薄荷叶子。嫂子，你摘野草做什么用？这野草是薄荷，可以缓解元宝的症状。楚月把薄荷塞给陆元宝，让他捂在口鼻处闻气味。舒服些了吗？好多了。陆元宝就像个少年老成的孩子，一脸内疚。对不起。道什么歉？你又没做错事情。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情，无论是恶心难受，还是肚子疼，你都不要忍着，要说出来，记住没？记住了。终于，远远的能看到一片小平房了，那就是部队。要进入大院，必须先经过部队的岗哨亭，2个带枪哨兵正在值班站岗。那是什么人？把证件拿出来。楚月拿出证件。嫂子，我来。宋七抢先接过证件，跟那2个哨兵压低了声音：你们睁大眼睛看清楚了，这是陆团长的爱人和孩子，他们是来随军的。 2个哨兵一听，纷纷瞪大了眼睛。谁的爱人和儿子？打开证件一看，就写着陆占领3个字。陆团长啥时候结婚的？你说那是？什么是不是的？嫂子坐了一路的车，要赶紧回去休息，别在你们这里浪费时间，认真站你们的岗。
宋七重新来到楚月的身边，嫂子，我们现在能进去了，我带你认人路。会不会太耽误你时间？不会，什么事情也没嫂子你重要。这都要中午了，嫂子你们带干粮了吗？要是没有，我回头去部队食堂打了饭菜再送过来。宋七一路上跟楚月熟悉了不少，说话多了，还有些热情过了头。不过楚月又感觉到了哪里不对劲，好像有什么事情就在面前，就是看不透。不过很快这个谜底就揭晓了。几人快到家属区门口时，直接撞见了一群聚在一起的军属。哟，这不是宋七，你不是跟着徐连长出去带新兵了？没听说新兵进部队啊？你怎么先回来了？就是说啊，陆团长都没回来，你一个人怎么就回来了？小七，你该不会是偷偷结婚去了吧？这是你媳妇儿，怎么还有个这么大的孩子啊？眼瞅着即将要发生天大的误会，宋七心急的脸都快涨红了。女孩带娃来部队寻找自己的军官丈夫，却被军嫂误以为是眼前士兵的老婆。军嫂们的话又狠又辣，把士兵急得小脸通红。不是，嫂子们，你们千万别乱说，我不是结婚，她更不是我媳妇儿，真的不是。但是嫂子们根本不信。宋七，你还帮人家拎着包呢，还说不是你媳妇啊？不是，真不是。嫂子们跟着起哄，最后是楚月看不下去了，大声道：跟我结婚的人叫陆占领，我是他媳妇儿，这孩子是陆占领的孩子，跟宋同志没关系。此言一出，嫂子们一个个僵愣在原地，唯有一双双卡姿兰大眼睛盯着楚月看。陆元宝还有点认生，抓着楚月的小手紧了紧。什么？你爱人是陆占领？陆团长啥时候结婚的？我怎么没听说过？难道是在乡下？我想起来了，陆团长好像说他在乡下是定了亲的，难道是真的？我还以为是陆团故意说出来忽悠人的，就是为了骗骗何同志，好让何同志早点死心。现在陆团长的媳妇儿都来了，连儿子都有了，何同志可怎么办啊？嫂子们一声接着一声，情绪比刚才还激烈。楚月很快听到了重点，团长，陆占领竟然是团长，还有那个何同志是谁？不过楚月还来不及细想，因为不远处快步跑过来一个人影。凤英姐、爱芳姐，你们快来啊！春玲要生了，你们快过去看看。春玲怀孕才刚8个月半，怎么就突然要生了？夏小兰又慌又乱，她又没生过孩子，哪会知道？我就听到隔壁屋子里闹得厉害，春玲说她羊水破了，都喊上救命了。嫂子们，快过去看看吧！一定是春玲她婆婆李金花又作妖了，我们大伙儿一起去。原本围着楚月的嫂子们全都转移阵地，朝着汪春玲家赶过去。我们也去看看。楚月牵着陆元宝的手，冲着嫂子们的方向追了上去。嫂子，你等等我呀！家属院就这么点大，过了几个路口就到了汪春玲家，两个臃肿的身影正在院子里拉拉扯扯。今天没有我允许，就不许你出这个门。妈，我求求你了，让我去医院吧，我真的疼得受不了，妈，求求你！汪春玲疼得面容扭曲，浑身打着哆嗦，她那庞大的身躯根本就站不住，只能坐在冰冷的台阶上。可李金花就是寸步不让。女人受点疼算什么？我看你就是太娇气了，忍一忍就好了。妈，我真的不行了，实在是太疼了，我要去医院。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什么主意，你不就是想去医院做什么剖？我告诉你，我不答应。嫂子们看到这一幕，心都跟着揪了起来。李婶子，生孩子可是大事情，马虎不得。既然春玲想去医院，我们这就送她过去。部队里有卫生队，走几步就到了。陈凤英和黄爱芳心急火燎地往前想拉汪春玲起来，竟然全都被李金花给挡住。夏小兰急中生智想到一个人，周连长呢？我们去找周连长。我们是外人，不能插手管你们的事情。周连长总可以了吧？他可是孩子的爸爸。对，宋七，你快去找周连长。周连长今天去火车站接新兵了，他不在部队里。你别瞎折腾了，赶紧回去到床上躺着，别在这里丢人现眼。听到这句话，前身作为医生的楚月忍不了了。好一个心狠手辣的对婆婆！李金花这是哪怕汪春玲受多大罪，也要她的大孙子必须是自然分娩。如果汪春玲真的走进了身后的房子里，她绝对没有力气再逃出来一次。元宝，你在一旁待着，有什么事情找宋七叔叔。楚月叮嘱了陆元宝之后，他向着汪春玲走去。救我！你的羊水什么时候破的？4个小时前。汪春玲意识一片混乱，已经快要记不清了。楚月心里一沉，如果再不动手术，很可能是一尸两命，无论孩子还是汪春玲全都活不了，必须立刻动手术。你谁啊？是我们大院里的吗？我儿子那是3团4连的连长周志健，我们家的事情你也敢管？还不快走开！说着话，李金花就想用蛮力把楚月推开，可楚月站在那里，竟然纹丝不动。你要是想让你儿媳妇活着，就必须听我的，现在立刻必须手术。我说不能就不能，他必须。李金花还想继续叫嚣，楚
楚月一个手刀劈在了李金花的脖子上，下一刻整个人晕了过去。宋七，我在。你带上他，现在开车去找周连长。没有找到周连长之前，不准回来。嫂子，可是听我的，出了事情我负责。宋七怔了怔，他身上散发出来的隐隐压迫感，竟让宋七恍惚觉得好像是陆战林。嫂子，你放心，我一定最快速度把周连长找回来。嫂子们，接下来我要帮产妇做手术，你们要是愿意帮忙就留下来，要是怕麻烦，也可以直接走。可是你能行吗？我愿意帮忙。最年轻也是最胆小的夏小兰，成了第一个相信楚月的人。春玲姐平时很照顾我，我不忍心看她这么受苦。既然要帮，我们大家就一起帮，真出了事情，大家一起承担。嫂子们异口同声，拿定了主意。楚月转身走进身后的屋子，看四下无人，他意念一动进入了空间，从空间仓库里拿出了一份手术刀、一份酒精以及所有能用到的东西。经过了几个小时的忙碌，孩子响亮的啼哭声在所有人的期盼中响彻屋内。生了，王春玲生了。手术结束，楚月蹲在地上，他终于可以喘口气了。楚同志，谢谢你救了春玲姐和她的孩子，花了这么长的时间，你都没能吃上午饭，快去吃点东西休息吧。还有你儿子。夏小兰指了指院子里一角，中午的时候我给他吃的，可是他就是不肯要，你快去看看，别让孩子饿到了。我儿子。楚月对这个称呼不太适应。楚月跟夏小兰说了声谢谢，朝着陆元宝走过去。怎么不吃馒头？你说的，不能吃陌生人给的东西，不要跟陌生人说话。那是楚月在火车上遇到人贩子后特意叮嘱陆元宝的，没想到这个孩子一直都记得。楚月欣慰地摸了摸陆元宝的脑袋，现在可以吃了。你也吃的，我们一起吃。娃娃生出来了吗？生出来了，很健康，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娃娃。他现在还太小了，就只有这么一点点大。楚月比划了一个手势，等小娃娃长大一点，我带你进去看看。他啃着馒头的动作变慢，悄悄地抬眼看向楚月。生孩子都会这么疼吗？疼，肯定疼，还是冒着生命危险，所以每个母亲都是很伟大。如果不是对孩子的爱，根本撑不下来。元宝，你的妈妈一定也是这样。楚月平静又自然地讲述着。就在这个时候，不远处传来了喊声：回来了，周连长回来了。女孩第一次来军属大院就指挥产妇接生，而她的军官丈夫听到媳妇的鲁莽行为后，马上和产妇老公火急火燎地赶了过去。嫂子，周连长回来了。当然一同回来的还有恶婆婆李金花，她脸上憋着怒气，恨不得上去跟楚月打一架。周志坚一脸尴尬地拉着她，在周志坚的身后还有一个穿着军装的俊朗男人。楚月看着这张熟悉的英俊脸庞，眼眸怔了怔，竟然是他。火车上坐在我身边的那个军装男人，他怎么会在这里的？远远的，陆占领看到他和陆元宝坐在台阶上啃馒头，皱了皱眉，来不及打招呼，李金花就又开始作妖了。打晕我的那个臭丫头呢？人呢？还不快出来！连我老婆子也敢动手，真是不耐烦了。妈，你别闹了，先关心春玲。春玲怎么样了？生了吗？怎么是我闹？我那是为了谁？是为了我们周家的大孙子，我必须算这个账。嫂子们刚才也憋着一肚子恶气，现在终于可以发泄了。李婆子，你还好意思算账？要不是楚同志打晕了你，不把你赶走，王春玲和她肚子里的孩子早就没了。刚才生产的时候多凶险，你知道吗？周连长，你是春玲的丈夫，你可要讲点道理。春玲都疼在地上打滚了，你妈还拉着她不让她去医院，她怎么就这么狠心？周志坚越听脸色越不太好看，急忙道：春玲现在怎么样？生了吗？算你运气好，遇到楚同志，楚同志会接生，不仅救活了孩子，还救了春玲一命，他是你们周家的大恩人。听到这话时，陆占领又看了角落里的楚月一眼。他不仅会正骨，还会接生。今天谢谢大家帮忙了，我先进去看看春玲和孩子，改天一定请大家吃糖。说着话，周志坚要往屋子里走。你不能进去，女人刚生过孩子，屋子会气重，你进去之后冲你。周志坚一脸的无奈。妈，春玲给我生了孩子，我怎么能不去看看她？我说不能就不能，你现在是连长，冲了晦气会影响你的官运，你不能进去。楚月在一旁看着，可算是看明白了。周志坚口口声声劝着李金花，但是一个大男人竟然连甩开一个老婆子都做不到。往往一个家里婆婆强势，都是因为有一个软弱的丈夫。他站起身，正要朝着周志坚走过去。周连长，部队里肃清风气的时候讲过纪律，传统文化要继承，封建迷信要不得。周志坚听得背后一凉。是的，骆团长，妈，你别闹了。周志坚可算是有了勇气，一把推开了李金花，往屋子里去。志坚，你
你糊涂啊！屋外，楚月看着陆占领皱了皱眉，没想到这个男人只是一句话就把软弱的周芷监制得服服帖帖。这个人在部队里身份肯定不简单。正想着，一旁传来嫂子们的笑声。陆团长，你终于回来了，这是来接新媳妇儿的吧？陆团长，难道这个军装男人就是陆占领，我现在老公？陆占领在楚月惊诧的目光中朝着他走过去，怕再吓到他一样，刻意将语气放缓。楚月，我是你男人陆占领，来接你回家。陆团长平时看着冷冰冰的，竟然会为了接媳妇儿特意回来一趟，原来也是个会疼人的。大妹子，你又是坐车又是接生，还带着这么大一个孩子，累了一天了，赶紧跟陆团长回去休息吧。是啊，你们小两口好不容易才见面，我们就不打扰了，明个儿再聊。嫂子们用一种意味不明的眼神在陆占领和楚月之间扫来扫去，把楚月看得小脸通红。陆占领站在一旁面不改色，好像那些话不是冲着他一样。哈，不就是演戏，谁不会了？楚月扭头看着陆元宝，元宝，我们回家。陆元宝一听到楚月的话，立马将还剩一小块的馒头塞进嘴里，小小的身影小跑着跟上，临走还小心翼翼地瞅了陆占领一眼。他怎么跟我妈妈长得很像？等楚月和陆元宝走了后，陆占领转身后给了宋七一个眼神。你现在立刻去部队卫生队，让他们派人来给孕妇和孩子做检查。是的，陆团长。宋七立正敬礼，立马行动。陆占领亲身见识过楚月正骨的干脆利落，但他还是不太相信楚月的接生水平。他才来部队第一天，不能让他牵扯进任何风险里。做完这些后，他才去追楚月和陆元宝，这下是真的带老婆孩子回家了。军官丈夫第一次带老婆回家，虽然表面上看是满面春风，实则内心却慌了一批。等三人到家，夫妻二人就立马卸掉了伪装，陆占领也开始对楚月和盘托出。这个屋子是我递交结婚证之后刚分配下来的，我之前一个人都住在部队办公室里，这里只来过一次，还没来得及打扫。你和元宝先将就一晚上，或者是去住招待所，缺什么跟我说，明天我让人送来。楚月在意的不是这些，他扫视过了四周，清亮的眼神直勾勾地落在陆占领身上，看得陆占领心里又是一慌。堂堂一军之长，枪林弹雨都不怕，如今却在一个小姑娘面前露了怯。在火车上的时候，我不是故意装作不认识你的。那是因为什么？楚月依旧看着陆占领，因为我不确定你是不是真的来随军的。楚月皱眉，并没有听明白陆占领话里的意思。陆占领暂时没有往下继续说，反而看了陆元宝一眼。楚月立刻明白了陆占领的意思，他从背包里又拿出一个窝窝头。你到外面吃窝窝头去，不准偷听。陆元宝太聪明了，接过窝窝头马上跑了出去，屋里便只剩下陆占领和楚月两人。元宝的母亲，也就是我的亲姐姐，她的事情你应该听说了。我姐姐之所以年轻轻就过世，就是因为一场包办婚姻。我不想悲剧重演，你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大概是提到了亲姐姐凄惨，陆占领的神情沉重了几分。而且很抱歉，在我的身份上也有所隐瞒，我不是排长，而是团长，也没毁容残疾，就是子弹擦过头皮，落下了一道疤，但是头发长出来后都盖住了。楚月听完这些，皱起来的眉心松开了。他再次打量这男人一圈，模样英俊，一身正气，挑这个男人做老公也不亏。陆占领，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因为我也有事情瞒着你。这一下，错愕的人变成了陆占领。最开始跟你订婚的人，也就是你一开始的媳妇儿，她叫做楚瑶瑶，我是她异父异母的妹妹。楚瑶瑶今年考上了大学，不想随军，想去念大学，但是她花了你10年的钱，又不知道怎么跟你开这个口，所以在最开始打结婚报告的时候，寄给了你资料是我的，现在来随军的人也是我。陆占领还没听完，浓眉已经皱在了一起。他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内情，更想不到李阿妹和楚瑶瑶母女俩竟能做出这种事情。那你……我们领了结婚证，就是正式夫妻。陆元宝那孩子我也喜欢，既然我来随军了，就是想跟你好好过日子的。听到楚月的话，陆占领一时间竟然呆住了。楚月看出了陆占领的心思，他故意先扯开话题。陆占领，我身上血腥味重，脏的难受，想先洗个澡，你安排一下吧。陆占领起身，神情匆匆地从屋里走了出来。只因为楚月的想跟你好好过日子的那句话，让他心里掀起了一股别样情绪。院子里的陆元宝根本没心思吃窝窝头，一听到声响立马跑进了屋里。他欺负你了吗？楚月摸了摸陆元宝的脑袋，没人会欺负我，元宝，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陆元宝明显的怔了怔，我们的家？是的，我们的家，能遮风挡雨的，不会把我们赶出去的家。从今往后，我们就是家人。哇！既然是家，里里外外都要打扫起来。楚月打发陆元宝去院子里拔杂草，他自己找了一个刷子刷墙，弄得干干净净。不多时，陆占领回来了，他把东西放下，语气轻缓：热水和脸盆在这里，你带毛巾了吗？要不要香皂？
毛巾和香皂我都带了，东西先放在那里，你先出去。好，我就在门外，有什么需要直接喊我，我能听见。陆占领不放心地叮嘱着，最终还是走出了屋子。屋外，陆元宝在院子里拔野草，他脑门上沁满了汗珠。陆占领走了过去，蹲下身子，对视上陆元宝的眼睛。元宝，你知道我是谁吗？陆元宝点了点头，知道，外婆说过你是舅舅，妈妈也说过舅舅在当兵，妈妈还说舅舅很厉害，只要等他回来了，就没有人欺负我们了。孩子稚气的声音听得陆占领心口一酸，他对亲姐姐的亏欠已经彻底无法弥补，现在做的就是照顾好姐姐唯一的孩子陆元宝。元宝，很抱歉现在才把你接过来，让你之前吃了那么多苦，那些事情都过去了，往后我是你的舅舅，也是你的爸爸，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好好过日子，再也没有人会欺负你。陆元宝紧紧咬了下嘴唇，真的吗？真的，爸爸保证。陆占领黑眸注视着陆元宝，认真落下诺言。你们中午吃午饭了吗？没有，他在接小娃娃，小娃娃哭了，他就出来了，后来我们吃了馒头。我现在去部队食堂打饭，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去？陆元宝还从来没有去食堂吃过饭，用力地点了点头。屋子里热水氤氲，楚月舒舒服服地洗了个热水澡，可算是舒服了。楚月用干毛巾擦着头发，按压着头发上的湿气。就在这时，谁在敲门？敲得又重又急，难道是陆占领有急事？不应该啊，还是说汪春玲又出现危险了？楚月刚刚洗完澡，来不及多穿一件外套，急忙前去开门。随着大门打开，一个陌生的年轻姑娘出现在楚月面前，大概20来岁，身上穿着军装，手上挂着一个袖章，是红十字，右肩膀上挂着一个医药箱。女孩的军官丈夫前脚刚走，情敌就马上登门拜访，两个女人之间的战斗随即打响。楚月抬起眼，在她打量对方的时候，何美娇也在细细的打量她。哼，不过如此，身材也只是一般般，胸不见得比我大，腰细一点又怎么样？腰细就是骨盆小，骨盆小就是不好生养，也不知道以后能不能生出儿子。陆占领竟然看上了这么一个人。何美娇在心里不屑地讥笑了声，原来就是你啊！从何美娇看人的眼神里，楚月已经察觉到这个女人来意不善，也猜到了她的身份，大概就是嫂子们口中提到的何同志。这是一朵陆占领的烂桃花，来跟我辞敬的。不过楚月对辞姓没有一点兴趣。你找陆占领，陆占领出去了，你去外面找他。说着话，楚月就要关门。何美娇被说的一愣，喂，你怎么关门啊？我话还没说完呢，你就不好奇我是谁，跟陆大哥什么关系？来找你干什么的吗？楚月平静反问，我为什么要好奇你是谁？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怎么就跟你没关系了？你记住了，我叫做何美娇。何美娇抬起下巴，一脸的神气。我跟你说，陆占领是我爸最中意的下属，也是我。何同志。一道硬朗的声音打断了何美娇的话语。陆占领手里拎着一袋红苹果，陆元宝捧着2个铝制饭盒，两人漫步走进了院子。陆元宝小跑着来到楚月身边，护在楚月身前。何美娇一见到陆占领，脸色瞬间由阴天变成晴天。陆大哥，我听嫂子们说你家里来客人了，所以过来瞧一瞧，看看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我们军区海拔高，一般人刚来都适应不了，很容易出现高反。不用。陆占领神情淡漠，楚月并不是客人，而是我的爱人。他大步走到何美娇和楚月之间，高大的身形无形中将2个女人隔开。你洗好了？怎么不穿外套就出来了？外面有风，容易受凉，要留心。楚月什么都不用做，何美娇就是输了。她一脸的憋屈，不想这样就认输。陆占领叮嘱完楚月，转身看向了何美娇。何美娇还以为陆占领要关心她，嘴角上扬。何同志，你现在穿的是军装，身份是部队里的卫生员，安排你过来是替产妇检查身体，不是让你来唠家常开小差的。这个时间你应该在周连长家里，而不是在我这里浪费时间。听陆占领一通话下来，何美娇不知不觉地红了眼睛。陆占领，你这个笨蛋，我来这里还不是关心你，又不是不去周连长家，我现在走还不行吗？何美娇红着眼睛瞪了陆占领一眼，转身跑开了。这场闹剧也就这么结束了。没扯头发，也没激烈冲突，何美娇的战斗力都不如李金花，着实有些无趣了。倒是楚月的心里有些微妙的不舒服，有些事他必须问清楚。他是你在部队里的相好。陆占领突然被呛了一下，楚月冷不丁的冒出这么一句话，着实怪吓人的。不是，早些年我一直在前线部队，那是战场，每天只想着怎么活下来。后来从前线退下来，
调到了这个军区，和美娇是部队卫生员，一次救治伤员的时候认识的。我们到现在见面不过10来次，我身上一直都有婚约。后来跟你领了结婚证，绝没有做过越界的事情，往后也不会。只有你是我媳妇儿。楚月认真听完陆占领的这些话，心里莫名其妙的不舒服消失不见。我知道了。你快去换衣服，别着凉了，袜子也要穿上。我收拾一下桌子椅子，等你出来吃饭。片刻过后，陆占领已经将桌子擦干净了，一共是3个饭盒，其中2个打开装着白米饭，上面压了一些咸菜干，另一盒竟然是香喷喷、亮晶晶的红烧五花肉。陆占领把盒饭推到楚月和陆元宝的面前，递给筷子。陆元宝不争气的肚子发出了咕噜咕噜的叫声，他微微红了脸，双眼却盯着五花肉移不开眼。你们中午饿了这么久，快吃吧。陆元宝抓着筷子咽着口水，看向楚月。楚月夹了一筷子五花肉放到陆元宝的饭盒里，陆元宝终于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你不吃吗？我先前吃过了，这是让炊事班的战士开的小灶，专门做给你和元宝吃的，用的我名下的口粮，你们尽管吃。陆占领既然这么说了，楚月也就没再劝。屋内只剩下楚月和陆元宝吃饭的筷子声。不一会儿，楚月放下了筷子，他吃饱了。肉还有，不吃了吗？不吃了，到了。我带了一些饼干和苹果，过会儿你要是饿了，就吃那些。说着话，陆占领伸手拿过了楚月的饭盒，将饭盒里剩下的咸菜干和白米饭3两口吃得干干净净，不留一粒米粒。楚月愣了愣，看傻眼了。那是我吃过的啊。两人虽说已经是夫妻了，可是共吃一碗饭，未免显得太亲密了。楚月的心神乱了乱，心口如小鹿乱跳，但是陆占领全程面不改色，吃完了之后还把筷子和饭盒都整齐收好，这是一个职业军人刻在骨子里的习惯。一旁，陆元宝也打了个饱嗝，他从来没这么满足过。肉，我想出去拔野草，刚才的活还没干完。楚月点点头，行，去吧，劳动消食。孩子一走，屋子里只剩下楚月和陆占领2人。女孩和军官老公一起过日子的第一天，对方就把自己的小金库交给他保管，这可着实把楚月吓了一跳。我刚才去了部队办公室一趟，拿了这个，以后就都交给你了。楚月疑惑地打开信封，信封里装着的是一些票子和一些钱。楚月有些惊讶，陆占领这是把他的全部身家交出来，让我管家了。楚月数了数，零零散散加起来大概也就20来块钱。陆占领再怎么说也是一个堂团长，全副身家就23块5角8分钱。楚月不可思议地看着陆占领，陆占领被看得有些窘迫。你不用想了，就只有这些，没有再多了。那你的钱呢？你一直在前线部队，那个地方又花不了钱。都寄回去了。寄回去？我家里和你家里每个月都要钱，有时候半个月要寄一次。楚月先愣了愣，才明白过来陆占领说的是陆家以及李阿妹和楚瑶瑶。这个男人会在军衔身份上进行隐瞒，却又真金白银的给钱出去，也不知道说他是聪明呢，还是笨蛋呢？陆占领被楚月看得有些尴尬。现在你来了，以后不用再寄了。至于我家那边，我姐姐不在了，哥哥成家了，父母那边不用给太多，以后我每个月发的津贴全都给你，家里你管钱都听你的，你别嫌少。我不嫌少，钱多存就有了，而且我有钱。说着话，楚月摸了摸口袋，整整300块钱。陆占领不可思议地看了看楚月，他没想到媳妇儿竟然是个小富婆。这个钱准确来说不算是我的，而是你的。我的？你这么些年寄过去的钱，肯定不只是300块。我继母和楚瑶瑶花了不少，我没办法全都讨回来，只能要到这么多，够我们家里花一阵子了。所以钱的事情，你暂时不用担心。陆占领看着楚月，满眼欣慰。都听你的。小夫妻2人商量着家里的经济问题，门外又来人了。报告，陆团长。陆占领走到门外，宋七跟陆占领低声耳语，陆占领的神情随之变得严肃。等他重新回到屋内，对楚月说道：部队里有事，我必须立刻过去一趟，等事情处理完了，我会尽快回来的。你去吧。等陆占领离开，楚月又拿起了桌上的信封，恍然间，铁片一样的东西从信封里滑落。楚月拿起来仔细端详，那是一枚金色的勋章，上面还刻着个人1等功5个大字。没想到1等功勋公章竟然是纯金制作。楚月拿在手上掂了掂，最少是30克。这一枚勋章价值不菲啊，他就这么放心我，不怕我把勋章当纯黄金给卖了。楚月看着金灿灿的勋章，想到陆占领刚才的模样，就觉得心口一暖。接下来他要开始干活了。厨房要用来烧水吃饭，卧室今天晚上就要睡觉，至于其他之后慢慢打扫就行了。在楚月忙碌的时候，汪春玲家门外正围着一群人，眼神急切的窃窃私语。来的卫生员是何同志，找谁不好，怎么偏偏就找了他？万一何同志遇见了陆团长爱人，2个人吵起来怎么办？
现在才担心这个，未免太迟了。我刚才看到何同志就是从陆团长新分配的房子里走出来的，你们没瞧见，他眼睛都是红的。这是哭了，难道他吵输了，还是被陆团长爱人欺负了？就在此时，何美娇背着医药箱从汪春玲家里走出来，刚走出院子就被嫂子们拉住了手腕。你们拉我干什么啊？何美娇一脸的嫌弃，别拽我了，把我衣服都给弄皱了。何妹子，真不好意思，我这人力气大，不是故意的哈。一旁早已经有人按耐不住好奇。何同志，陆团长在乡下真的有爱人，来随军了，今天刚到了我们大院，你见到了吗？哼，见到了又怎么样？提起楚月，何美娇就是一声冷笑，不过是一个乡下来的女人。何美娇的这句话听得周围嫂子们露出尴尬的笑容，因为她们也都是乡下来的。你们都见过她了，觉得她怎么样？那个跟何同志你当然没法比，但是陆团长能看上的女人肯定不一般。今天汪春玲难产，就是陆团长爱人接生的。对，今天要不是他，汪春玲和他孩子的命恐怕都没了。何美娇越听越皱眉，你们刚说什么？给周连长爱人接生的人是他？都是我们亲眼看到的。怎么可能？她就是一个只会勾引男人的狐妹子，怎么可能会开刀救人？我不信。嫂子们一听这个话，立马双眼发亮，这是有瓜啊！勾引男人，何同志，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我看那楚同志白白净净的，看起来挺斯文挺有礼貌的，不像那样的人啊。何美娇冷冷一笑，误会，我都亲眼看到了，他才来第一天就大白天的在屋子里洗澡，衣服都没穿好就急着出来开门，巴不得被男人看到。这种做派的女人不是狐狸精是什么？嫂子们，我劝你们长点心，不要跟着一起丢人。何美娇扔下这些话，冷着脸转身就走，留下一群面面相觑的嫂子们。这大白天的就干那事了，就这么心急吗？陆团长平时看起来冷冰冰的，不像是会干出格事情的人。我看何同志说的没错。嫂子们你一句我一句的嚼舌根，越说越夸张。陈凤英皱着眉反驳道：人家小夫妻久别胜新婚，又没碍着你们眼睛，轮得到你们说三道四吗？陈凤英，你怎么说话的？我就这么说话的，你说怎么了吧？有这个时间碎嘴子，不如多去做点过冬的煤球。哼，能冒着风险开刀救人的姑娘，我就不乐意听你们这么污蔑人。他们完了之后转身走人。陈凤英这么一走，站在人群最外面的夏小兰也跟着悄悄离开了。最后竟只剩下刚才说闲话的两个军嫂。真是要命了，刚才那些话好些人都说了，又不只是我们两个人说的。楚同志，我们都知道你和陆团长是最近才刚打报告结婚的，那孩子呢？你们什么时候生的孩子？怎么生的孩子？怎么生的孩子？真是一个生猛的问题。接上集，军嫂们从何美娇的口中得知楚月竟然有作风问题，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便传到了妇女主任的耳朵里，于是自然免不了来楚月家里调查。楚同志，干活呢？你好，你是？楚同志，这位是宋红梅宋大姐，她是我们大院的妇女主任。宋大姐的爱人是舞团的赵政委，就是跟陆团长搭班子的老政委。楚月一听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宋大姐，你好，快进屋子里坐。好，我们屋子里坐。宋红梅身后紧跟着陈凤英，夏小兰走在最后面，手里拎着一个竹篮子，朝着楚月浅浅的笑了笑。进屋后，楚月立马给三人倒水。宋大姐，真不好意思，家里没有茶叶。喝水也一样，你也别站着了，我们坐下来说说话。我都听他们说了，昨天幸好有你在，当机立断的替汪春玲剖腹产，不然我们大院里可能要闹出人命。你是学过医吗？算不上学过，就是见得多了，慢慢学会了。楚月努力隐藏好他的本事，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怀疑。昨天情况紧急，我怕一尸两命，所以事情做了急了一点，也有欠周全的地方。宋红梅听他这么说后，点了点头。陈凤英急性子，心急道：那时候汪春玲疼得都晕过去了，都意识不清了，什么周不周全的，谁还能想那么多？楚同志，我觉得你做得好，很好。夏小兰小声补充：我也觉得楚同志做得很好。你们俩心急什么？我又没批评楚同志，这就帮忙说话了。宋红梅哭笑不得。昨天跟陆团长见面了。见着面了。你和陆团长是同乡，从小就认识，一早就订了婚。是这样没错的。楚月说的脸不红心不跳，都应下。你们年轻夫妻刚见面，一定有很多话要说，本来应该多一点时间让你们相处的，可是新兵刚来，训练的任务交给了陆团长，他这一走估计要几天。宋红梅语重心长跟楚月说话，陈凤英在一旁都快急得团团转圈了。
怎么说话就是说不到重点呢？宋大姐，你就别绕圈子了，你不问让我来问。楚同志，我们都知道你和陆团长是最近才刚打报告结婚的，那孩子呢？你们什么时候生的孩子？怎么生的孩子？怎么生的孩子？真是一个生猛的问题。就连楚月这个未来时代的人都被吓了一跳。夏小兰立马小声提醒楚月：楚同志，有人打陆团长的小报告，说他有男女关系问题，还有作风问题。楚月一开始没反应过来，什么男女关系问题、作风问题？陆占领昨天不是说他清清白白、干干净净的，很守难得，没有任何女人吗？难道其实他是个大猪蹄子？紧接着，宋红梅问了一个认真严肃的关键性问题：楚同志，你是几岁生的孩子？那个时候成年了吗？楚月瞬间恍然大悟。宋红梅今天来，原来是因为有人打报告举报陆占领的作风问题。看来打小报告的人水平一般，对陆占领一点都不了解。元宝，你出去干活，接着翻地。好。陆元宝听话的出去了。楚月这才说道：宋大姐，元宝是我和陆占领的孩子没错，但是他不是我亲生的，也不是陆占领亲生的，是陆占领姐姐遗孤，没人要这个可怜孩子，所以陆占领过继收养了。我们之间还没孩子呢。陈凤英一拍大腿，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是收养的啊，这下都说得通了。我说这么年轻的姑娘，怎么就有这么大一个孩子呢？夏小兰也连连点头。宋大姐，占领打报告申请结婚的时候，一定把这些内容都写清楚了，他绝对没有乱搞男女关系，也没有作风问题，千万不要影响到了他。放心吧，这事情没上报，而是送到我这里来核实，肯定冤枉不了他。宋红梅让楚月放心，我和老赵就住在你们隔壁屋，往后遇到什么事情都可以来找我。宋红梅还有不少事情要忙，没坐一会儿就离开了。等她一走，楚月立马感谢起陈凤英和夏小兰。陈嫂子、小兰，谢谢你们过来一趟，还特意提醒我。夏小兰喜出望外，你记得我名字？陈凤英则是啐了一口。我陈凤英最讨厌在背后打小报告的人了，都是下贱胚子。楚妹子，你不用怕，就凭你救过汪春玲一命，我就认你是好人，站在你这边。几次接触下来，楚月也摸清楚了陈凤英的性格，爽快直接，这样的人日后可以多走动。至于夏小兰，是个善良的年轻姑娘，同样没啥心眼。楚月随之问道：产妇和孩子怎么样了？昨天周连长回来了，照顾了春玲姐一个晚上，有周连长在，李婆子不敢作妖。今天一早我去看了春玲姐，她知道是你给她开的刀，特别想来谢谢你。就是春玲姐身体还很虚弱，下不了床，所以没办法过来。对了，还有这个。夏小兰把一直拎在手里的竹篮子递给楚月。楚同志，这是周连长让我转交的，谢谢你救了他老婆和孩子。竹篮子里盖了一张蓝色纱布，掀开一看，是大概20几个鸡蛋。这可是鸡蛋，在70年代金贵着呢。陈凤英看到这篮子鸡蛋，笑了。李金花那婆子养了2只老母鸡，天天攒鸡蛋都不舍得给汪春玲吃一个，现在舍得拿出这么多，她没闹腾吗？夏小兰尴尬的笑了笑。楚月心里相当透彻，周志坚坚持要谢我，还送很多鸡蛋，并非是因为我救了汪春玲母女2人，而是我是陆占领的爱人，周志坚不得不做这个面子。楚月拿出5个鸡蛋放在桌子上，然后把竹篮子再递回给夏小兰。鸡蛋我收下了，但是就收5个。楚同志，难道你要让我鸡蛋退回去？不退。小兰，鸡蛋放你家里，你跟周家是邻居，肯定会时常去看汪春玲。你过去的时候，带一个煮熟的鸡蛋，偷偷塞给汪春玲，鸡蛋给她吃，补补身体。夏小兰看看鸡蛋，再看看楚月，诧异又感激。陈凤英激动道：这个办法好，能给汪春玲补身体，还不会被李婆子知道。楚妹子，你真是聪明。她盯着楚月看，真是越看越喜欢。楚妹子，明天是礼拜5，每逢周五有班车下山，可以带我们去城里买东西，公交合作社、百货商场全都可以去，你要不要一起？我们可以一道走。好了，有陈嫂子带着我，再好不过，不用担心走错路。